大家好，这回的话跟大家讲一个非常不错的小技巧啊，就是很多时候呢，现在不是有很多的这种随心飞啊、包月飞、年飞啊、全国飞，比如说美国就有边疆航空，它就有这种类似于东航随心飞这种产品，就是可以在美国境内随便飞啊。那还有一些朋友的话，可能是用里程去换机票啊，比如说在美国这种信用卡的话啊，积累里程是非常快的啊，所以说你想兑换一张商务舱机票。你可能会换这个航空公司，或者说某个联盟的啊，那么就要用到这种查询机票啊，有没有航线？那这种情况的话，我有个非常好的网站啊，就这个网站，你可以去搜索啊，把这个字打出来就行了，然后呢登录一下。好，那么我已经登录成功了啊。今天的话随便演示一下，比如说我假如打个比方啊，我以贵州为例啊，为什么呢？因为刚好这边有个事情啊，刚好比较蹊跷啊。那贵州为例的话，我搜索南方航空公司啊，那个里程兑换。那当然的话，这边有跨境啊，如果说你不想要跨境的话，把它勾掉啊。那么如果说经停啊、共享航班啊，因为有些共享的话是不能里程兑换的，是吧？这样子啊，这个是南方航空的啊，从贵州出发的啊，从贵州出发，南方航空运营的航线啊。那么这边有一条，原本的话，我想从贵州出发，用南方航空兑换的机票去飞往武汉啊。那南方航空的话，这样的就是说呢，你800公里飞行航线以内，那么你可以6000里程；如果超过800的话，你就不得不12000里程了。所以说这个差价还是很大的啊。那么对于如果说有些人朋友是随心飞啊，或者说这种产品，你可能是这种比较不知名的航空公司啊，这边可能有些没有，有些有啊。比如说春秋航空啊，那如果说你买了春秋航空的这种产品啊。你可以随便飞啊，周末飞或之类的，那你可以看这个航线来看啊。那如果说你是这种联盟兑换商的啊，比如说这个寰宇一家啊，亚洲版投的寰宇一家，那么航空联盟选择一个啊，我可以看到哪些航司在飞啊。那这个没有啊，那香港肯定是有的啊，我搜索香港去香港就更多啊。那寰宇一家的，如果天河联盟就天河联盟，星空联盟就星空联盟，是吧？有很多这是个方法啊，所以说这个比较简单啊。但是呢，我刚才要回到刚才原点啊，就是好，那么我们回到原点啊，我重新设置了一下，设置成贵阳出发，龙洞堡机场前往武汉啊。因为像我这样的话，要把南航里程要花掉它啊，12000里程，如果最大化呢我要看航线，看800公里的航线啊，你就点这个线啊，这根线点出来之后就有这个线啊，看直飞啊，直飞的话，你看义乌是1366公里啊。然后你可以看啊，你可以往下看啊，你看800公里以内只有这个长沙啊，长沙可以飞，武汉天河925公里啊，但事实上啊，其实这个东西呢，我感觉也不太准啊。其实有一个更好的航线距离计算方法，因为它这种计算嘛，它不是大圆路径啊，它这个地图是平面的，看见没有啊？所以说不是很准啊。真正的计算的话，还是要按照这个大圆路径来算，因为地球是圆的嘛啊。那么我再介绍一个。如何计算大圆路径的一个软件？好，这个软件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啊，叫这个GC Map。然后呢，你这边可以搜索这边有指令啊，其实很简单，这个软件就是这几个指令啊。比如说这种 SFO 就是旧金山机场 ，NRT 就是日本那个机场啊，日本东京的 ，SRN 应该是新加坡的 ，HK 就是香港的。那么如果说刚才像我那个贵州机场代码肯定不知道啊，那么可以搜索一下。好，搜索一下之后就有提示了啊，贵阳机场是 KW1啊。好，我们回到这里我输入 KW1到武汉的话我知道 WUH然后点这个 map 或 distance都是可以点 map 好了。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是537英里这个是航线距离所以这个是大圆路径的其实这个比较准确那么如果说你这个还可以看航线的航程比如说 CTU 是成都的那么到 JFK 的话是到纽约的。你可以看这个大圆路径你可以看到这个这样飞的成都飞往纽约其实是往北极圈走的那如果说厦门航空有个航班经常去洛杉矶的那它大圆路径怎么飞的呢？是这样子飞的，曲线飞的，不是像有些人直线飞的那你这样的话才看得出来大圆路径这样飞的，这样的话是最省钱、最省油的，也最短距离的然后你这边下面还可以调整这个地图样式就这样飞那这边的话是英里数英里数你自己换算一下就行了乘以 1.6 大约这样的话就可以算出来这个工具基本上都能帮助你换里程兑换这种随心飞机票，包括美国也有很多这种类似于随心飞的产品。
那么美国的信用卡基本上有很多都是可以积累里程的非常方便。如果说你要兑换一张从洛杉矶飞往厦门的机票或者飞往上海机票，你也要计算一下距离符不符合里程的。